门怎么打开的？谁？有人吗？谁在里边啊？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谁？站住！鬼啊！等我醒来，那玩意就不见了。后来，我跟周围的人聊起这个事儿，他们说我瞎扯，我真的看见了。我到现在还能梦到那张脸。婴儿的 DNA 已经取样送厅里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生父。死者的背部有火凤凰刺青，背部有压痕。深层肌肉出血，出血痕迹笔直，没有弯曲，颜色没有区别，这说明受力均匀，没有凸起，是前方压力挤压形成的。凶手曾将死者暴力摁住，死者的背后有衬垫，应该是一个有规则的菱形物体。但在尸源地深山老林里，只有不规则的石头。这种印记更像是桌子、柜子或者是床之类的硬物的压痕，这意味着死者遭受侵害是在室内。死者和凶手认识的可能性极大，熟人作案。死者颈部的皮肤已经腐败，所以看不见损伤。不过，从甲状软骨的骨折可以判断，死者颈部曾遭受过暴力。双侧胸锁乳突击出血，是掐扼所致。一个约束性的动作就能将一个成年人的甲状软骨弄断，那就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力量悬殊非常大。犯罪分子应该是成年男性。死者的额部有挫裂创，从颅骨压痕上来看，凶手应该是用有棱角的物体反复击打死者的头部。这个物体应该是长方形，材质无法判断。准备开颅吧。只有额部脑组织的颜色呈现暗褐色，说明这个位置曾经大量出血。再加上死者额部的挫裂创以及脑组织出血，可以判断死者是被一个钝器反复击打，导致脑组织挫伤出血而死亡。一般重度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伤处都会有严重的骨折和损伤。所以，致伤工具应该是一个质量较轻的工具，可以排除预谋杀人的可能性。卵巢腐败自溶不太能确诊，结合死者的生殖道和卵巢感染状况，可以确证死者生前做过某种卵巢手术。应该不是正规手术，否则不会感染成这样。死者生前取过卵，没有针孔。安法医，我建议将2个纸片胎心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。毒物检验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死者是个代孕妈妈。哎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么没素质？哎，干嘛？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，自什么首？你偷了他手机，需要我说那么清楚吗？哎，站住！这个等我，不是你我。
站住！手机呢？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这家伙是贼，交给你们。好。左臂摆动幅度大，双足力量不均，右膝似乎不便用力，应该是曾经膝部损伤未愈，高负荷奔跑已导致旧伤复发，奔跑姿势已不正常，很快就要摔倒。什么情况？他的副韧带长期受压，所以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很痛。不过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跑了。手机给我，跟我回警局。3、2、1。他什么情况？极度呼吸困难、发干、心律失常，高度怀疑张力性气胸。他的肺出问题了，他需要穿刺排气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去把那个穿银色西装的人拎的酒请过来。喂，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喝酒？你把他救活了，管你一辈子酒。我需要用高度酒精来消毒，快去啊！酒精到了，你是医生啊？不够准确，你有笔吗？有，把笔芯去掉，用酒消毒笔管。什么？然后呢？进行穿刺，然后把张力性气胸变成开放式，再送到医院。你要杀他吗？打120吧。虽然设备简陋，但还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去录口供。你知道我谁吗？你是警察吗？不够准确，反正你得跟我走。哎呀，你得理解我们的工作，这毕竟嫌疑人被你扎了一刀，当然得说清楚了。那是警察的工作。你是警察吗？我都说了，你猜的不够准确。我准备正式来入职呢。我要是正式的，咱又被关下证吗？对吧？我叫林涛，你叫什么？在哪家医院啊？你这人真没礼貌啊！问你话呢。啊？行，那我也问你个问题啊。你不说话会死吗？不会，但有时候憋久了吧，会肚子疼。这是病吗？我看你拖着个行李是去哪儿啊？我有车可以送你。我去的地方很远，你送不了。哼，友情提示啊！我看咱俩也被关得够久了，这客车肯定是没有了。我俩能遇到算是有缘，我送你吧。斗门镇离这儿不近，你能送吗？
董门镇，必须送，我就住那。你们2位等会儿签完字就可以走了，都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。应该的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老铁们，这就是最近在长安闹鬼的荔枝园。前面的房子会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呢？老铁们，把火箭给我刷起来！刷起来！我保证，我们这次直播绝对真实。老铁们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。是的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是我，你有病吧？人吓人吓死人，你不知道吗？别，这涨粉了没有？哎，你快进来，进来！我发现你这人真欠揍。走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随便笑笑。我想打死你！难怪会闹鬼啊！哎，谁说闹鬼了？骗人的！谁说的？网上都在说嘛。啊！哎，看这儿，哪儿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儿有个东西呢。你快点！所以你是来董门镇旅游还是定居啊？哎，兄弟，我看你长了一对招风耳，巧了，我也是招风耳。那别人都说啊，这长了招风耳的人特别适合去外地发展，那肯定事业有成。可我妈非让我在老家，说离不开我，可真是个甜蜜的负担呢。你呢？你妈平时管你吗？不想说算了。那我接着跟你讲啊，我呀上了初中之后，这人啊就越来越叛逆，这全家老小都担心我长大会学坏，这没想到我居然做了警察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这人啊，可真没礼貌！这大半夜的，要不是我，你能找到车？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是更应该好好开车？我去！什么情况？你别动啊！不行，你也下去，证明我没撞他们。走。你们干嘛呢？这叫鬼啊！死人了，这是！在哪儿？那我们还是叫支援吧。带上。
不许吐，破坏了现场，你负责任。就算想吐也给我咽回去。还真是难得一见啊！这是巨人观尸体。安然法医是不是已经在现场做尸检？对，应该快结束了。李队，提醒一下见过尸体的人，这2天千万不要吃韭菜和豆花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就不用你提醒了吧？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可以止吐吧。巨人观尸体呢是挺可怕的，但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去看待。如果大家实在吃不下饭的话，让我妈给大家煲汤，下火清肠道，保证价格公道。你看一下这个尸表检验报告。哪儿来的？据表员，停，别套近乎。论起来，半个龙帆氏都是你家亲戚，咱俩别说5服了，10服都出去了。那个，我刚办理完入职，过来报道。你妈说了你无数次，让你去做文职，你就是不听。我虽然学习成绩一般，但我身体综合成绩第1名啊，是省青年组综合格斗第3名，而且偶像是亚森罗宾，我能当文职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就是天生干刑警的料，我这一身本事不为家乡人民服务，不浪费了。林大少爷，刑警不好干，这不是在玩。就好比今天你看看你，胆汁都要吐出来了吧？邱表姨，你是不知道，那现场的第一口，我可是深深的咽了回去。打住！你再说我都要吐了。反正你妈也拗不过你，我肯定也拗不过你。去你座位上去吧。哎，那谁呢？看来印象深刻啊！简直刻到我心里头去了。你是不知道那家伙有多变态。秦明同志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龙帆市法医中心的主任，我姓陈。刚才你的情况我已经核实过了，年轻轻的了不起啊，人才难得呀。谢谢。那我现在可以回去了？当然可以了。法医，尸检报告你写的？我光看你提供的信息，还以为你是个老人家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我来介绍一下。陈主任，我着急，我先说了。巨人观尸体，尸体上软组织、背部组织保存完好。通过保存完好的脂肪厚度，我推测死者的年龄应该在26岁，体重100斤，身高162左右。这些都符合你提供的信息，对吧？那么第一个问题，死者的年龄是怎么判断的？根据牙齿咬合面磨损程度来判断的。人的牙齿质地较硬，不易腐败，年纪越大，牙齿的磨损程度也就越高。死者为女性，牙齿咬合面、牙尖未磨平，未发现脂质点，可以判断是20到30岁。只有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，应该跟保存的地方有关系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种事儿
我们处理不了的。我要先做现场勘验，不能拖，拖的时间越长，证据越少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陈主任，你可以介绍了，我愿意跟他聊聊这个案子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那就进来聊。来，安然你也进来，坐，进来聊嘛。哎，小秦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安然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法医，平时啊大事小事都是他来负责的。今天突然碰到了你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同行，所以呢，缠着你向你请教的多一些啊，你多担待啊。那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去处理点别的事啊。好，主任。你坐啊，小秦。你好，我是安然，是这里的法医。能不能有一点礼貌？好歹我也是一位女士吧。法医不分男女，秦明。你别介意啊，我这个人有洁癖。第二个问题，那个胎儿是什么情况？死后分娩。死人生孩子，像个恐怖片吗？人死后在生活状态下寄生的细菌，失去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，大量繁殖，形成了大量乌绿色的腐败气体。这些腐败气体使得人体像充了气的人形气球一样全身膨胀，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巨人观。对于孕妇来说，腐败气体压迫子宫还有宫腔，推压胎儿导致胎儿娩出，这种现象就叫做死后分娩现象。那个就是分娩出来的死胎。哎，怎么了？不止一个胎儿啊？一共有3个胎儿，前2个是纸片胎，2个纸片胎早死于第3胎。死亡后呢，软组织被吸收，又受到了正常妊娠胎儿的羊膜囊挤压，形成了轮廓清晰可见、又扁又薄的纸片胎形态。荔枝园负责人说，发现尸体的冷藏库处于半废弃状态，存储着滞销荔枝。那么再回到尸体的问题上，在低温条件下，理论上不应该腐败成那个样子。很有可能是尸体成为巨人观形态后，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尸臭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。你有依据吗？正常温度下，巨人观的形成需要10天左右，20天后腐败气体开始消散，软组织软化，巨人观形态消失。往前推算20天，也就是上个月25号左右，我查了当天的天气预报，气温断崖式下降。一夜之间呢，居民都穿起了外套，直到上周才开始回温。而死者穿的是夏装裙子，也就是说，死者曾被藏尸，而且绝不是在密闭的条件下，因为只有在通风良好、透气的环境下，才能形成这样程度的腐败。即使是在室外，时间长了，尸臭的味道还是盖不住的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。但凶手并不畏惧腐败的尸体，所以不排除熟人作案的可能。到饭点了，饭后再说吧。饭来了。十一表姐，吃饭啦，吃饭啦！是的。哎，终于知道你叫秦明了，原来你是个法医，还是个高材生啊！难怪碰到那种场面这么镇定啊！不镇定的是你吧？哎，我今天呢正式入职了，想请你帮个忙。我在那个冷藏库里不是，你替我保密啊，纯属意外啊。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。哎，吃饭吃饭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刑侦队的队长李队，
这个我就不用介绍了。林涛，我听说你今天吐的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谣言，肯定是谣言啊！兄弟，我当时单给你一瓶是吧？我不吃，谢谢，我不习惯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。你这什么？我自己调配的蔬菜汁。蔬菜汁。哎。我去，兄弟，你这个玩意儿怎么跟那个尸体的腐败液一样啊？来，还给你，还给你。杯子不要了，送你吧。这不太好吧？我看这个牌子不挺好的吗？你就这么给我，我也不太好拿吧？行，那要不然我折价卖给你，或者我直接扔了。反正我不喜欢我的物品上有奇怪的人的 DNA。奇怪？谁奇怪？他在说你奇怪。我不觉得你奇怪，我觉得你挺可爱的。秦明，陈主任已经跟领导请示过了，把你借调过来是希望你在法医室帮帮我们。主任说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，就看你的意思了。那太好了，咱们终于可以一起干了。我和你好像不是太熟吧？我来这儿呢，就是来度假的。那你的身份毕竟是个法医，遇到这么复杂的案子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会留下来。就是啊，要是我假都不放了，直接上岗。那警察不能老想着要放假了，对吧？在哪儿放假不都一样吗？留在我们这儿，你的衣食住行都由我们来管，不是挺好吗？死者穿着夏装裙子，应该是一位年轻女性。裙子的下摆有几道破口，断口线头粗糙，像是被钝物割开的，上面还有铁锈，像被钉子割破的。现场没有拖拽痕迹，钉子应该不在地面上。那有没有可能痕迹被掩盖住了？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尸体到现场的时间。从衣服的破口上来看，钉子应该是固定的，否则无法造成这种程度的破坏。但地面上应该不会有这种固定好的钉子吧？现场有车轮痕迹。山路不好走，老式平板车承担了很多运输的工作，这种车上倒是会有这种钉子。根据现场勘验推断，凶手的运尸工具极有可能是板车，死者衣服上的破口很有可能是被板车上的钉子给刮开的，钉子上应该还有死者的衣服纤维，这是锁定运尸车的重要铁证。DNA 已经送去检材了，明天送到丁里做对比。希望不大，通过 DNA 找到尸源的可能性不足40%。这我知道。那我们现在应该要立刻安排解剖，尽可能的对尸体进行特征刻画，还有搜集证据，然后汇总给刑侦部，让他们去走访，看看是不是本地人，有没有周围住户确认。完全同意。领导还有什么指示吗？哎呀，完美！哦，我是说你们这对组合真的是完美。哦，如果你们两个能够一直这么组合下去，那就最完美了。抱歉啊，我的假期只有1周的时间，所以不管案子破没破，我都得回去了。主任，一会儿解剖我也参加，带新人见识一下。好啊。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。逝者安息，生者愤然。大体女士，我们是法医，读尸断语是我们的责任。
我们一定会好好解读你留下的遗言。你切牛排也会祷告吗？什么意思？解剖是科学，不能依靠情感。祷告完就没情感了？真的可以做到吗？当然能了。我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现在是下午1点38分，我们开始解剖，可以开始了。再给我点时间。过来帮忙抬一下。我，大哥，你逗我吧你？难道你让女生去抬吗？徐小姐，这在警局交我理类，服从命令，去。快点。哦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尸体的上肢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，背部组织呈弧度形态，应该是尸体形成巨人观前，背部处于光滑而有弧度的物体上。尸体全身没有开放性的损伤，所以无法判定致伤工具。提醒一下啊，巨人观尸体内有大量的腐败气体，我们需要将这些气体释放。原因有3：一呢，气味难忍，干扰工作；二是这释放的有毒气体对健康不利。第3点，这和爆炸原理是一样的，释放气体会伴随着大量的腐败液体往外迸溅，是走是留，你们自己决定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要跟我说了？我要说什么？那个走访报告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目击者刚也带回来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才跟我说呀？哎呀，怪我忘了。赶紧去看看呀！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哎，忙啊！现在申请调离部门还来得及啊。我还行，就是以后对那个气球、果冻之类的会有些心理阴影。受不了就早点说。我可以的，队长。关于发现尸体的户外主播口供，你有发现什么问题吗？问题？他们是要到荔枝园去探险，是因为听说荔枝园的看门人见到了披头散发的鬼影。对啊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看门人见到的鬼影到底是什么？周德利54岁，您在荔枝园看门也有12个年头了吧？这个嫌疑人把尸体放在冷藏库也不是1、2天的事儿了，难道您平时不会去排查那一块吗？那间老冷库有年头了，属于半废弃、半工作状态，储存的也是那些快坏掉的粒子，平时没人去，我也很少过去巡查。请描述一下案发前日你看到鬼影的情况。大叔，您别紧张，您的证词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所以辛苦您回忆一下。那天夜里，
嘿，门怎么打开了？谁？有人吗？谁在里面啊？别藏了，我都看见你了。谁？站住！鬼啊！等我醒来，那玩意就不见了。后来，我跟周围的人聊起这个事儿，他们说我瞎扯，我真的看见了，我到现在还能梦到那张脸。婴儿的 DNA 已经取样送厅里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生父。死者的背部有火凤凰刺青，背部有压痕。深层肌肉出血，出血痕迹笔直，没有弯曲，颜色没有区别，这说明受力均匀，没有凸起，是前方压力挤压形成的。凶手曾将死者暴力摁住，死者的背后有衬垫，应该是一个有规则的菱形物体。但在尸源地深山老林里，只有不规则的石头。这种印记更像是桌子、柜子或者是床之类的硬物的压痕，这意味着死者遭受侵害是在室内。死者和凶手认识的可能性极大，熟人作案。死者颈部的皮肤已经腐败，所以看不见损伤。不过从甲状软骨的骨折可以判断，死者颈部曾遭受过暴力。双侧胸锁乳突击出血，是掐扼所致。一个约束性的动作就能将一个成年人的甲状软骨弄断，那就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力量悬殊非常大。犯罪分子应该是成年男性。死者的额部有挫裂创，从颅骨压痕上来看，凶手应该是用有棱角的物体反复击打死者的头部。这个物体应该是长方形，材质无法判断。准备开颅吧。只有额部脑组织的颜色呈现暗褐色，说明这个位置曾经大量出血。再加上死者额部的挫裂创以及脑组织出血，可以判断死者是被一个钝器反复击打，导致脑组织挫伤出血而死亡。一般重度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伤处都会有严重的骨折和损伤，所以致伤工具应该是一个质量较轻的工具，可以排除预谋杀人的可能性。卵巢腐败自溶不太能确诊。结合死者的生殖道和卵巢感染状况，可以确证死者生前做过某种卵巢手术。应该不是正规手术，否则不会感染成这样。死者生前取过卵。没有针孔。安法医，我建议将2个纸片胎胎心样本送到毒物检验部门。毒物检验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死者是个代孕妈妈。这起命案的女死者死亡时间大约是在20天之前，死亡原因是颅内损伤。致伤工具是一个长方体、质量较轻的物体。尸源发现确认了吗？死者的背后呢，有一道长约20厘米的火凤凰刺青。我们认为，死者在10个月之前可能有过取卵的经历。取卵？死者不会是卖卵者吧？不只是卖卵，我认为死者应该是个代孕妈妈。纸片胎氯化钾，你认为死者生前做过减胎手术？你们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些名词啊？都太专业了。
多胞胎胎儿在母体中会争抢营养、血液，以保生存。争抢不过的胎儿呢，就会出现营养不良，严重的甚至难以保全。这个时候呢，就要考虑到减胎术。穿刺针穿过母体腹部，准确地刺入胎囊、胎心部位，注射氯化钾液体，就可以导致胎儿心脏骤停、死亡，难以发育。好残忍啊！我觉得在死者这个案件中，应该是有人想保住男胎，所以才会给2个女胎进行了减胎术。目的呢，就是为了保护男胎的生存环境，从而成为男胎的肥料，变成了纸片胎。实际上，在黑市代孕中，为了提高孕妇怀上男孩的概率，往往一次会为孕妇植入多个胚胎，等到胚胎发育成熟之后，可以鉴别男女，再用减胎术去除女胎。这太不人道了。没错，在我国呢，无论是卖卵还是代孕，都是非法的。但有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，还是选择铤而走险，在海外做着这样的事情。通过齐明的陈述和解释，为我们缩小了调查圈。我记得去年省厅就掌握了一批地下代孕嫌疑人的名单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名单来调查符合死者特征的信息，来确定尸源。是。另外，荔枝园的看门人用披头散发、衣衫褴褛这种词来形容他看到的鬼影，但我觉得啊，这个鬼影可能也就是个拾荒者。身高呢在180左右，体态偏瘦。右眼呈白色混浊障，应该是受过伤。外伤性白内障。哎，魏公姐，说荔枝园位于山间，地处偏远，这拾荒者不可能大半夜去拾荒吧？而且我记得那个看门人老周说过，荔枝园老总是不允许拾荒者靠近的，是死命令。说下去。所以我觉得吧，这看门人大半夜碰到的那一个拾荒者，很有可能就是抛尸的凶手。我们刚刚一直在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。拾荒者选择用板车来运尸，那距离荔枝园应该就不会太远。附近的工厂、烂尾楼、桥洞，甚至是废弃民房，都有可能是他的藏身地点。所以就辛苦你们去查一下，如果能够发现他的运尸工具，那也就能够证明他嫌疑人的身份。板车上暴露的钉子有死者的衣服纤维，这是铁证。那我们就分2个方面来调查，一个呢是通过这个代孕名单来确定是否能找到尸源，另外一个寻找弃尸嫌疑人，就是这个拾荒者。咱们这次啊，法医部门同事工作十分高效，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你们辛苦了。谢谢秦法医。秦法医，这个就是你的座位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过几天就走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态度。我帮你收拾吧。你不用帮我的，反正呢，你也算是科队支援，而且你也挺厉害的，值得我帮你收拾。既然都收拾了，那杀菌还有消毒要彻底一点。哎，那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我明天呢，按照尸检台的清洁流程跟你走一遍，保证你坐在这里跟坐在尸检台上没有任何区别。那样最好了。你去哪儿？去找酒店啊。我都安排好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哦，喂！兄弟，你叫我秦明就行。秦明兄弟，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十一表姐让我来找你啊。秦明，十一表姐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礼貌？我不是让你等等我吗？干嘛自己先走啊？不用麻烦了，我还是去住酒店吧。
而且我真的不喜欢人际交往这些事情。那不行，真不行。陈主任已经把钱付过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的。林涛，把后备箱打开。好嘞。哎，安然呢是我11表姐，她家是开民宿的。如果你不住的话，她岂不是要把钱退回给陈主任？这不太好吧，对吧？我劝你呀，别找麻烦。走吧，走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看这。就是这儿了。这就是酒店。哎，酒店哪比得上我们这儿民宿啊？我们这儿服务好，环境好，干净又卫生，还包你1日3餐。我还是去住酒店吧。不行，钱都已经付完了，你必须得住这儿。我劝你啊，还是从了吧。这不光是一间民宿，还是我11表姐的家。你住宿这笔费用，她就另了。走啊！哎，好，我自己走。快点儿，赶不上吃晚饭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吃就行。我不习惯跟其他人一起吃。没几个人呢，相信我吧。走。走吧。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，这是我大哥，这是我大嫂，这是我可爱的小侄子，这是我二哥、二嫂，二嫂肚子里的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呢。这是三哥，这是未来三嫂，这林涛不用我介绍了吧？我是安然。你最好吃快点啊！啊！来来来，咱们先吃饭，边吃边聊。对，来吃饭。哎，你是不是要属什么的呀？处对象了吗？喜欢什么类型的？喜欢这种类型吗？哎，那你1个月能赚多少钱啊？父母是做什么的？哎，你有车有房吗？你老家哪儿的呀？哎呀，你们哪儿来那么多问题啊？吃饭吃饭。吃饭吃饭。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吃饭吃饭吃饭。哎，来吃饭吃饭。吃饭。多吃点吧。多吃啊！来弟，你尝这个。这个可好吃。我帮你拿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你的房间呢是 VIP 中 P， 朝阳海不临街，特别安静。那，就是这件。床单和被罩都是新的，毛巾也是新的。我就住你楼下这间，有事就敲我门。明天早上8点半我叫你起床，到单位需要谢谢。啊，喂，物流公司吗？啊，我发给您一个详细的地址，麻烦您把我东西送到这里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人神神秘秘的，10问9不答，你以为不说我就不知道啊？陈主任，可以把秦明的资料发给我吗？秦明，东海市人，沿海城市来的。天哪，比我还小2岁，长得也太着急了吧！天啊，他都经历什么了？
我看你晚上没吃饭，所以就给你加个餐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不用现在吃，你一会儿饿的时候吃就行了。晚上饿着肚子睡觉对胃特别不好。谢谢。我还没说不客气呢。这是我们龙帆市的特色面食，在外面是吃不到的。不过呢，加餐是需要另外付钱的。这次就算我送你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儿子，妈妈做的面好不好吃啊？太好吃了！这可是龙帆市的特色，其他地方吃不到的。多吃点啊！秦明，秦明，秦明，起床了，上班了。你回一下我呀！你起来没有啊？你要迟到了。你起这么早啊9点上班，路程15分钟。现在是8点35分，你只剩下10分钟了。可你还穿着睡衣。3、2、1。人呢？才过了1分钟，冷血动物肯定自己先走了，要不要这么不讲人情啊？哎，冷血动物，说好我带着你一起上班的吧，为什么就不能等我一下呢？我个人时间观念比较强。我觉得有时候做人不能太死板，就哪怕你发个短信告诉我一下也好啊。我还一直担心你人生路不熟的会迷路呢。我记得怎么做。
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，我说你要理解别人的感受，不要让别人担心你。我为什么要理解你的感受？因为我们是同事啊，况且你是新人，我带你，你听我的很正常。我不是你们的新人，我是过来帮忙的。而且我跟你说过，我不喜欢以任何方式去建立人际关系，包括一起上班。你好，我们是龙帆市公安局的。你好，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一个男的？他的背有点驼。这附近有没有见？你说这里面有没有人啊？走，进去看看。这儿也太臭了吧！谁能在这种地方生活啊？对啊。喂，我们检查了所有的排水洞，没有任何的发现。代孕嫌疑人看到这张刺青照片以后，第一眼就认出了死者。经过信息 DNA 核实，我们确认了死者身份：孙小月，25岁，百乐 KTV 陪酒女，1年前经人介绍接受代孕。侦查员呢正在赶到他们家的路上，我们已经在排查他的社会关系了。在嫌疑人给的信息里面，我们并没有看到孙小月雇佣者的信息，我们怀疑被恶性删除，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记录在案。代孕介绍人也怕出现意外，所以根本就不会将雇佣者记录在案，甚至为了安全起见，连变都不会见。总之，我们现在暂时无法知道孙小月背后的雇主究竟是谁。先从死者这条线入手吧。死者的家属来认尸了吗？已经到了，那我们先去了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接待死者家属啊。你们这儿没有专门接待的人啊？我们这是小地方，理解一下。同学，请你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容貌已经肿胀难以辨认，但还是希望你坚强，可以认出你姐的特征。就这儿了。闻到什么了吗？这里很有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，所有人退出去，保护现场。狗鼻子！我感觉吧，这挺干净的呀。你为什么认为这是第一案发现场？这里有被人打扫过的痕迹，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。不是，你解释一下，这么神神叨叨，没法记录啊。
刚才我进门的时候，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。哎，这从案发开始，门窗一直都是关着的，所以应该是味道没有散尽。有没有可能死者生前在家里杀过鸡、杀过鱼之类的？桌子有疑似的人为整理痕迹，与周围的环境不符。这相对封闭的环境下，打扫过的地方留下的灰尘会比没打扫过地方留下的灰尘要少。再看这儿，痕迹明显。再看这个茶几的棱边，与死者背部笔直的痕印相符，有没有生物发现提取仪？什么仪？我要做前血痕迹检验，就是看看这周围附近曾经有没有过血迹。我们这是小地方，有自己的办法。这又是啥4甲基联苯胺滴液，这是我自己配的，老办法一样管用。林涛，把窗帘拉上。发现前血痕迹。取样，把整个房间都查一遍。果然，这里也有前血痕迹。可是尸体的尸检呈现出来并没有对冲伤啊。等一下啊，对冲伤是吧？解释一下。是指窗口对应部位的脑组织出现了出血和挫伤，而且在其相对的对侧脑组织同样也出现了出血和挫伤。出血和挫伤不伴有头皮的损伤和颅骨的骨折。简单说呢，对冲伤是减速运动，是指头撞到了某种物体上而造成的。说人话。孙小月遇害的时候相对静止，是有什么样的物体砸到了她的头上，而她的头是加速运动的，所以不会形成对冲伤。这样说你能明白吗？那就再简单点说，一种是用你的头去撞墙，另外一种是墙来撞你的头，这样你能听懂吗？懂了。你们过来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吗？你们看，这里有一个印记，感觉是长期放了一件物品，但我在房间里面找了，没有找到相对应的物体。现场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，有可能是死者的同居男友，也有可能是嫌疑人，当然还有可能两者是同一个人。我来提取指纹吧。高材生，想了呢？如果我们的猜测没错的话，在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凶手将孙小月按在了茶几上，双手掐住了她的脖子。出于本能反应，孙小月奋力反抗，但因为对手强壮，她反抗无果。所以孙小月背上的痕迹就是在这里造成的。没错，但她很有可能挣脱了。她第一反应是逃跑。就当他跑到玄关的时候，又被凶手抓了回来。两人在激斗的过程中，其中一方的头部撞击到了墙面，所以我们在墙上发现了毛发还有血迹。这些毛发还有血迹很有可能是孙小月的，但同时也很有可能是凶手的。凶手激愤，将孙小月又拖了回来，按在了地上，双手掐住她的脖子，又随手拿起了电视柜上的一件物品，反复抡打了几次，将她砸死。原来放在这里的东西是被带走了。这件物品应该就是凶器了，长方体，非金属材质，质量较轻。会是什么东西呢？不过能找到第一案发现场，也算是个好消息吧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里不是藏尸地点，我没有闻到一点腐臭的味道，而且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的腐败液体。凶手在这里杀的人，却把尸体藏在另外一个地方将近20多天。最后在荔枝园的冷藏库弃尸，这按理来说吧，凶手杀了人，应该第一时间逃跑才是啊。他不仅没有立刻弃尸，反而把尸体给带走了，这不符合逻辑啊。恐怕只有凶手能告诉我们原因了。
我妈在我5岁那年就去世了，过了不到1年，我爸得了偏瘫中风，所以我是被我姐带大的。她高中毕业之后就出去工作了，每个月给家里寄钱。她成绩本来很好的，她能考上大学的。你认识你姐姐的同居男友吗？他们在高2的时候就认识了。他跟我说过不少刘玉山的事儿。今天天气不错。哎呀，今天天气太热了。写完作业要不要打球？打球都没意思了，咱去吃点好吃的吧。你不怕胖啊？我姐高中时被一帮小混混纠缠，当时是刘玉山救了她。真的不敢了，真的再也不敢了。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你谁啊你？少在这多管闲事。这样，帅哥，你把这瓶子的脏水喝完，我就放他走。以后不准欺负他。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你该不会喜欢那个丑八怪吧？你没事吧？你吓着了吧？谢谢你。嗯。哎，你叫什么呀？刘玉山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刘玉山。我叫孙小月。高考之后，他们就断了联系，然后过了7年，他们才再相遇。我姐说那是命。他们在一起不到第2年，刘玉山就辞职了。从此之后，他就像个废人一样，靠我姐养活。你可真行啊！上厕所都没时间吗？嗨，你有见过程序员有时间上厕所的吗？行吧，你好好弄吧，别太辛苦了，还是得下楼运动一下。知道了，老婆。晚上给你买披萨吃啊？爱你不？嗯，上班去了。嗯。哎。帮我扔一下。但是我姐相信，他会是第2个乔布斯。这都是那个王八蛋告诉他的。我姐连乔布斯是谁都不知道。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？你个骗子！为什么？骗子！你骗我！骗我吧你！我叫你！你给我住口！你为什么骗我？我骗你什么？我为了你的梦想，我欠了一身的债，我办公室不做，我跑去 KTV 陪酒挣钱养你。结果你呢？你在网上赌钱，什么计算机程序？你他妈就是个骗子！我是个骗子，你就是个婊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个婊子。你打！你打死我！你看看你打死我以后，还有没有别的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人是在 KTV 里边做的？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有哪个女人愿意去陪那些老头天天喝到醉死啊？我为了什么呀？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为了你这个骗子，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呀？
小月，对不起，我爱你。如果活得太累的话，我们就别活了，陪你一起死。我陪你一起死。所以，杀我姐的一定是那个王八蛋，你们一定要替我姐报仇啊！如果我们找到刘玉山，我们会通知你。你今天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好，那我送他走。走吧。谢谢警官。走。孙小月工作的这家 KTV 是社会上比较复杂的场所，这次走访过程不太顺利，配合度不高。都说跟孙小月不熟，谁也不愿意多说话。这种地方的人鱼龙混杂，遇到这种情况也正常。但据说啊，这个孙小月生前和一个叫珊珊的陪酒女关系不错，这也是唯一的一个线索。那就把这个叫珊珊的给找出来呀！谈何容易呀！这个珊珊2个月前就不在这个 KTV 干了，而且流动性这么强的群体，珊珊这个名字很有可能都是个花名，不好找。哎呀，那挺好一个线索就这么断了。这样啊，大家啊再深入走访一下，寻找一下这叫珊珊的女人。李队，我能找到这个叫珊珊的人。领导，年轻人想立功是好事儿，但是切记不能说大话。孙小月所在的这家 KTV 是市里面数1数2的高消费场所，一般在这种地方上班的人啊，即使流动，也就那么几家大的可以去，小地方不稀罕。这周边的城市 KTV 加起来大就那么几家，只要他没出手，除非他从良了。好啊，给你3天时间找到这个人。1天。进来吧。报告队长，这些就是被治安拘留的，全是所有叫珊珊的陪酒女。厉害啊！还希望各位领导以后能够多多严格要求啊。你们谁认识孙小月？在 KTV 里她叫月月。各位，孙小月出事了。如果你是孙小月的朋友，希望你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，帮帮她。这是孙小月生前的照片。这是孙小月遇害之后的照片，看一下。你认识孙小月？请你给我们一些协助。老赵，带到询问室。哎，跟我走吧。那段时间，月月简直是被他迷疯了。刘玉山就是个懒癌晚期患者，资深小白脸。可我怎么劝，小月都不听。其实月月在姐妹中算是赚得多的，但她开销也大，毕竟要照顾一家子人。这个刘玉山1年前欠下了30万的赌债，
这个孙小月跟你说过吗？为了这事儿，他喝醉过好几次。你们知道小月为了给他还债都做了什么吗？代孕妈妈。我劝过他，但他不听。他说过，缺兰的经历，他一辈子都忘不掉。打这个催排卵针没有什么副作用吧？你放心吧，我们管它叫营养针。一般啊，取5到10颗，低于5颗的客户还不要呢。取卵啊，没什么太大风险，休息3个月就可以继续卖卵。你年轻，恢复得快，体检没有乙肝、丙肝，没毒艾滋，客户才放心。先打针吧。那打这个针应该都是专业的医生吧？放心吧，我就是学医的。我以前啊在妇产科上班，打营养针都是我们自己来。这个呀，短期只需要打9天。来，把衣服撩起来。孙小月，来，手机、身上物品都交出来。取完卵就能拿走了。放心吧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取卵啊，不能打麻药。你把这个止痛药塞进你的肛门里，那。医生，取完卵，我多久能拿到钱呀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验证卵子没有质量问题，能和雇主的精子胚胎成功，我们就给钱。你算是幸运的，身体健康，学历和长相都不错，雇主第一眼就挑上你了。那万一日后雇主反悔了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就别做代孕，光卖卵子得了，反正卖卵最多能拿个2、3万。要是卖卵代孕一条龙，拿个20、30万不是问题，你自己选。我真的好害怕呀！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，现在放弃不值得。再说了，楼下那2个男的会轻易的放你走？他们可掌握了你全部的资料，包括你家里人的联系方式。放心吧，相信我啊！医生，你轻点儿。